位来到雅典国际机场。雅典与北京的时差为5小时，现在是雅典时间星期三上午7点45分。朋友们，大家好。希腊是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文明的摇篮，也是民主、西方哲学、戏曲、奥运会的发源地，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希腊是欧盟中中等发达的国家，主要以海运、旅游和商贸为支柱产业。2019年的数据显示，虽然希腊人口仅占全球的0.16%，但是希腊船东控制着全球航运能力的21%和欧盟的55%。希腊的人均 GDP 是2.2万美金，它位于北纬34度到42度之间，人口为1080万。希腊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陆地上北面与保加利亚、北马其顿以及阿尔巴尼亚接壤，东部则与土耳其比邻，中间隔一个爱琴海，西南比邻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海岸线的总长度是13676公里，岛屿是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岛屿是克里特岛。希腊的岛屿面积占了国土面积的15%。从希腊众多的古迹以及许多值得探索的独特的岛屿，对于第一次来访希腊是很难决定到底去哪里。在下面这个视频里，我会为大家分析希腊最值得到访的景点。当然，首先就是雅典。雅典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城，被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是文明的发源地。它也是初次来访希腊的游客最理想的下榻之地。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雅典的国际机场，这里也是希腊通往世界各地的主要门户。当然，购买雅典的国际机票也会比去希腊其他城市要便宜一些。希腊机场的行李推车是要额外付1欧元才可以使用。从希腊机场前往市中心，可以搭乘机场快线、地铁或者出租车。其中机场快线搭乘 X95号巴士，大约1个小时可以到宪法广场，票价是5.5欧元，这是最便宜的车子。当然，你也可以从机场租车游览雅典，租车费用相对比较便宜，我在这里列出一个价格供大家参考。我现在是要去里卡维多斯山，也是雅典的最高的一个山，海拔大概270米。山上有一座建于19世纪的圣乔治教堂。当然你可以乘坐缆车上山，自己爬山大约30分钟，一路可以欣赏风景。利用这个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下雅典的住宿。在雅典市中心的酒店大约就是
$200到$400一晚，折人民币大约就是1500到3000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找那些民宿，就是 Airbnb， 很多都是几十块钱一晚上的，我说的是几十块美金一晚的，条件也是相当不错。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地方，距离宪法广场大约2公里，走路30分钟。一个晚上不到60美金，这是房间的情况，看着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以自己做饭，拥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厨房和户外阳台。在雅典的住宿有很多种选择，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在吕卡多斯山上，你可以俯瞰整个雅典的景色，也可以看到卫城在这里。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乘坐游览车，一起去游览雅典这个历史名城。我们知道雅典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他们就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爆炸性的想法，那就是一个国家应该由所有的公民共同治理，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国家的财富也应该公平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完全的自由平等。这个想法在公元6世纪已经在雅典扎根了，这是雅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随后这个想法就在西方迅速的传播，并且大家都为自由和平等而奋斗。现在游览车来到了雅典的宪法广场，请大家跟随我下车，一起去看一下宪兵的换岗仪式，这也是雅典值得观看的一景。希腊的总统卫队是一支礼仪步兵部队，负责守卫无名烈士纪念碑以及雅典的总统府。这个特殊的单位是由希腊军队中的埃弗佐尼人的最后一个单位组成的。他们的服装很特别，据说这是由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希腊的抵抗游击队的服装演变过来的。埃弗佐尼人的服装有很多特征，具有一些象征意义，比如衣服的皱褶数量等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度，以年为单位就是400年。要成为总统卫队的人必须拥有超过1.87米的身高，优秀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他们必须忠于自己的职守。给大家分享2个他们有趣的故事。2001年，在雅典议会大厦前的一次示威活动中，有人向埃弗佐尼人的一个哨所投掷了燃烧弹，结果呢，导致木质的哨所起火。当时在附近执勤的礼仪步兵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尽管着火了他也不愿意离开，直到一名值班的军官命令他离开，最后他服从了。当时他的衣服已经被烧焦了，冒着烟。2010年1月份，有人在距离埃弗索尼人执勤的宪法广场
无名烈士纪念碑大约20米处放置了一个简易炸弹。尽管警方已经向 F 组人员通报他们所处的危险，但他们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在简易爆炸装置爆炸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保持一动不动。接下来，我们前往雅典的卫城。卫城一词用以描述城市的中心建筑群。卫城一般都是建在城市的最高处，因此它是一种功能强大的防御工事，或者说是一座堡垒，同时也是皇室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崇拜神灵的宗教中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卫城。我们现在看到远远的高处就是雅典的卫城。就在这座山上诞生了民主、戏曲、哲学以及表达言论的自由。他们至今为当代世界及其价值观提供了知识和精神的基础。这里是雅典卫城的售票厅，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太多的人排队。现在是6月份，雅典时间早上大概8点40多分，所以完全可以到这边以后现场购票。这里是卫城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人来参观雅典卫城。现在应该是早上比较早，因为刚刚9点，人不是特别多。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雅典卫城及其古迹是古典精神和文明的普遍象征，是古希腊遗赠给世界最伟大的建筑和艺术综合体。公元5世纪下半叶，雅典战胜了波斯王朝的入侵，建立了民主制度，在古代世界及其他城邦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在随后的年代，随着思想和艺术的蓬勃发展，一群杰出的艺术家将雅典政治家伯克利的计划付诸实施，并在雕塑家菲迪亚斯的带领下，将这座山变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和文化艺术的纪念碑。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就是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它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史迹之一，应该是希腊雅典最伟大的建筑。帕特农神庙的正面的各种比例尺一直被视作古典建筑的典范，运用了很多视觉矫正技术，其山花雕刻也丰富华美，被美术史学家称为人类文化的最高表征，世界美术的王冠。比如正面这些立柱，其实它的中间比基底粗了4公分，两边的立柱间隔也比中间立柱的间隔要小，这样在远处看起来反而比较和谐美观，看着是一致的。帕特农神庙在1456年的时候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并被改为一座清真寺。不同于后世的误解，土耳其人很尊重领土内的古迹，未曾故意损坏雅典的遗迹，当然也没有特别努力的去保护。
他们觉得帕农神庙是一个了不起的建筑。1687年，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统治下的威尼斯共和国攻打雅典，土耳其人强化了卫城的防卫，但他们把帕特农神庙用作一座火药库。9月26日，威尼斯人的一发炮弹击中了帕特农神庙，导致火药库爆炸，损毁了一部分庙体。威尼斯人接着继续洗劫废墟里面的雕刻，所以内部结构损坏得很严重，屋顶和部分梁柱倒塌，特别是南边损坏得更加严重，雕刻也很多都给损坏，因而里面一些区域的雕饰品我们后人都没有办法去还原，只能从一些艺术家的画作中得知。关于卫城的内容太多了，我们就介绍这些。接下来我们去卫城博物馆，这是一间位于雅典卫城山下的考古博物馆，成立于2003年，专注于雅典卫城历史遗迹的发现以及相关考古的研究。这里收藏了雅典卫城及其周围山坡上所发现的文物，展出了4250多件物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仿制的石雕被称为埃尔金石雕，是古希腊时期雕塑家菲迪亚斯及其助手创作的一组大理石石雕，原藏于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的其他建筑中。1801年，埃尔金伯爵从当时希腊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那里获得了许可，将这些浮雕陆续从希腊运往英国。当时英国舆论对此有所争议，而反对者中诗人拜伦就直述这个行为是抢劫。英国议会在一番争辩之后，决定不追溯埃尔金的行为，而埃尔金则在1816年将这些石雕卖给了英国政府，最后收藏于大英博物馆。1832年，希腊独立之后，希腊政府开始追索这些失去的石雕，多次要求英国政府物归原主。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中协调，但最终大英博物馆方面拒绝归还埃尔金石雕。当然，卫城博物馆还有很多精美的艺术品。接下来我们登上游览车，继续游览雅典城。在我们右边是一个11世纪的拜占庭小教堂。现在我们来到了叫蒙纳斯提尔广场。这个街区过去的6000年连续都有人居住，它是西方文化中最古老、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街区之一。这个热闹的地方以众多标志性的地标闻名于世，包括哈德良图书馆遗址、古罗马集市和重建的阿塔罗斯柱廊，以及雅典文物主题博物馆。
您首先注意到的可能是奇斯塔拉基斯清真寺，现在是陶瓷博物馆。该清真寺以奥斯曼帝国时期雅典的总督的名字命名。奇斯塔拉基斯清真寺建于1759年，这座清真寺的建造释放了一个古老的诅咒。为了完成这座清真寺，奇斯塔拉基斯炸毁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仅存的一根柱子。雅典人认为每根柱子都背负着诅咒，被困在地下。柱子的毁坏恰逢当时瘟疫爆发，雅典人将责任归咎于他。然而，根据法律，古代纪念碑属于苏丹的财产，未经他的许可不得使用，因此奇斯塔拉基斯为此被免职。据说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在晚上大声地哀叹柱子的消失，以至于周围没有人能够入睡。当奇斯塔拉基斯被毒死以后，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清真寺旁边是哈德良图书馆的遗迹，该图书馆建于公元132年，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献给雅典城的礼物。在雅典购物是游客和雅典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而购买几乎所有东西的最佳地点之一就是蒙纳斯蒂的跳蚤市场。这里更像是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虽然没有那么宏伟，也没有那么奇特，大多数商店都很传统，出售一些希腊制造的，有些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制造的。街道两旁排列着众多的摊位和小店，销售各种商品，包括古董、手工艺品、珠宝、衣物、鞋子、书籍和纪念品。你会发现这里有古董和假古董，真的珠宝和假的珠宝，这里是真与假的结合。不管你信不信，大多数人都是想要买假货。从广场进入 Metropolis 这条大街，就是雅典最著名的烤肉街。在这里开第一家烤肉店的是萨瓦斯，它起源于亚美尼亚。这家店的所有权至今仍属于同一个家族。雅典人是在1920年代安纳托利亚难民抵达后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烤肉。这样2份烤肉带2杯啤酒，一共30欧元。接下来我们来到阿莫尼亚广场。每个雅典人都知道阿莫尼亚广场，也知道它对这座城市的意义。这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是集会的地点，也是现代雅典的象征。但是如果你问5个雅典人阿莫尼亚广场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你可能会得到5个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除了标志性的广场之外，阿莫尼亚广场并不是一个你可以在地图上
指出的官方区域，它更像一种精神，一种能量。传统上，来自希腊各地和国外的游客都会聚集在阿莫尼亚广场，给这里带来新鲜的气息和城市的质感。这里没有贵族化，充满活力。这里朴实无华的希腊经典美食与现代的奢华并存。你认为自己是个吃货吗？如果是，那么雅典的中央市场就是您最佳的选择。现在，我们沿着阿提卡街走去雅典的中央市场，它距离Monastir 广场和阿莫尼亚广场仅几步之遥。这里有很多的商店和摊位出售传统的希腊产品，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带回你的家里。雅典的食品市场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里面有一些摊贩是好几代人共同经营同一个摊位，他们已经在这里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全部都是自家祖传在经营的。古雅典的食物与我们今天吃到的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尽管有些产品当时还没有出现，例如西红柿、土豆、咖啡等食物在古希腊并不存在，它们到达欧洲的时间是很晚了。不过其他的食物如橄榄油、葡萄酒、面包、大蒜、洋葱、肉和鱼，在古代的雅典也被食用，就像今天一样。看来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我们登上游览车，继续我们的行程。1919年，希腊军队占领了现今土耳其的伊兹密尔，武装冲突开始了。随后1922年，随着土耳其的反击，希腊战线土崩瓦解，最后土耳其军队重新夺回了伊兹密尔，战争逐渐告终。这一期间，有将近200万难民涌入了希腊，他们被安顿到这个区域，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区域的房子不像其他雅典的区域，这里比较拥挤，以便可以安排更多的难民居住。在我们的右前方，这里是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的一些场馆。这里是位于希腊南部郊区的一个小镇，叫埃里尼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希腊南部的小镇叫格里法达，这里不仅有沙滩、游艇等高端度假的配套，更是闻名海内外的度假胜地。它像是希腊的比佛利山庄，是明星富豪居住的地方，像玛丽莲·梦露、肯尼迪，很多名人都来过这里，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八卦来源中心。眼前这片区域是以前美军的空军基地，这里有很多美国人生活在这里，所以这里也是希腊最美国味道的一个地方。虽然现在美国人已经撤离了这个地方，但是这地方以前有很多人是为美国人服务的，他们自己都已经很美国化了，
所以这地方也是希腊最美国化的一个城镇。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叫排列斯，排列斯是位于雅典以南的爱琴海西岸的萨罗尼克湾的一个市镇。排列斯从2500年前就开始是雅典的港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就是排列斯港口，是希腊最大的港口，也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之一。截止2020年，中国远洋集团拥有排列斯港口的67%的股份，80%进入欧洲的中国商品是从这个港口中转的。排列斯港一直位列欧洲和地中海10大邮轮目的地之列。排列斯港连续10年成为希腊最佳邮轮目的地，击败了圣托里尼、米科诺斯岛、罗德岛和克里特岛。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有13艘邮轮停靠在排列斯港，作为水上酒店。我们眼前这片海域曾经发生过一个很著名的海战——萨拉米斯海战。萨拉米斯海战是第2次希波战争中雅典蒂米斯托克利将军率领的雅典、希腊各城邦组成的联合舰队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薛西斯一世麾下的波斯海军于公元前480年进行的一场海战。当时兵力处于劣势的希腊联军将波斯舰队诱入到科林斯地峡东部的萨隆湾内，与希腊本土阿提卡地区之间狭窄的海峡中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海战。最后希腊人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讲起这场海战决定了整个欧洲的命运，因为如果这场海战失败了，那么波斯人将完全控制希腊，希腊有可能成为一个穆斯林国家，那么随后所谓的希腊的那些在雅典发生的各种文明将会消失，所谓的民主自由也不会产生，整个欧洲就会进入一个黑暗，人类的历史也将被重写。由于当年蒂米斯托克利将军带领的希腊海军在这里击沉了大约200多艘波斯的战舰，所以这一带海域也是著名的考古圣地，你可能会挖到各种各样的宝藏。这里也是希腊海军的母港，前面这里有一个排列斯博物馆，里面主要展览一些希腊海军的历史。在雅典旅游，建议您搭乘这种观光游览车，33欧元可以购买所有的3条线路，覆盖整个雅典，有12种语言导览，包括中文。如果你想轻松地游览雅典，建议您计划1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一天可以去
科林斯运河参观。科林斯运河是希腊一条人工运河，连接爱奥尼亚海的科林斯湾和爱琴海的萨罗尼克湾。它穿过狭窄的科林斯地峡，将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希腊大陆分隔开来，使半岛成为一个岛屿。运河在海平面上穿过地峡，没有船闸。它长 6.4 公里，海平面的宽度为 24.6 米，所以许多现代的船只是无法通行的。目前这条运河的经济重要性不大，它主要是一个旅游的景点。科林斯运河的概念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科林斯人佩德里安。运河最终于公元67年在罗马皇帝尼禄的统治下开始修建。修建人员第一次让犹太罗马战争中的犹太战俘来修建，但3个月以后尼禄就被谋杀了。尼禄的继承人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昂贵，于是这个工程就停工了。1881年运河终于重新开工了，并于1893年完工，但由于运河狭窄、航行问题以及定期关闭以修复陡峭的山墙造成的山体滑坡，运河未能吸引到运营商所期望的交通量。好了，雅典还有很多可以游览的地方，等待您亲自去探访。接下来我会去圣托里尼，从雅典到圣托里尼可以乘坐渡轮或者飞机，价钱基本相同，都是大约80欧元左右。但是渡轮需要5到6个小时的航行，而飞机则不到1个小时。你也可以乘坐廉价航空，但是需要注意有关随身行李的限制。另外就是最好提前预订出租车，在圣托里尼的机场或码头接送您去您的酒店。圣托里尼的交通可能不如您预期的那样，在下一期的视频里我会详细的介绍。下一个视频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不一样的圣托里尼，希望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